注意了，这件悬案的凶手至今都没有被找到。1962年，美国发生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奸杀案，在被害的13名女性中，其中5名是老太太，可想而知，凶手的残忍程度简直是不可原谅啊！现如今60多年过去，自称全球警察的美国，至今依然没有破案，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由于此案影响恶劣，美国的一些导演坐不住了，从而将这起臭名昭著的波士顿扼杀者谋杀案大胆地改拍成了一部影片，它就是刚刚上映的《波士顿绞杀手》。1962年的某一天，波士顿3名老年独居女性被杀害在家中。身为记者的嘎达姐坐不住了，她向领导申请想要报道此案，领导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为了报道更准确，嘎达姐开始对死者周围的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她得知死者死因是被掐住脖子窒息而死，尸体衣不蔽体，尤其是脖子处都被用丝袜系了一个蝴蝶结。不放心的嘎达姐又去警局打听案件，结果得知这3起案子的死者死状几乎一模一样，而死者脖子上的蝴蝶结就像是凶手杀人的标志。果然，这是一桩针对女性的连环杀人案。热心的警察还给嘎达姐看了死者的照片，每一张都触目惊心。回到报社的嘎达姐立刻将案件整理成了文章，发表在了报纸上。果然，报纸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全波士顿的轰动啊！嘎达姐也算是凭借这篇报道红了一把。但事情闹得如此之大，警局很快就来人了，要求停止报道此案件。警局为何如此激动呢？那是因为3名受害女性都是站街女，所以警局根本不在意，并没有着手调查。现如今被报道出来，警局肯定成了众矢之的，最终只能警告报社停止案件报道。可谁知这边报道刚停，另一边凶手又作案了。这次死的也是个独居老太太，凶手假装清洁工，轻而易举地进入房间，将老太太杀死，死状也和之前的3名死者一模一样。媒体很快围在了警局门口，想要替广大居民要一个态度。可谁知这边的警长刚表示会抓紧办案，抓住凶手，城市的另一边又发生了一起女性被杀案。毫无疑问，死状与之前案件如出一辙。这一连5起案子令波士顿的居民人心惶惶，尤其是女性群体。而嘎达姐也因为报道此事，再加上案件的持续发酵，很快上了报纸，成了名人。报社内一时间塞满了女读者们的来信。可此时正在穿梭于案发现场的嘎达姐不会知道，她也被凶手盯上了。果然，当天晚上，嘎达姐就接到了莫名其妙的电话。电话接听后，对面只有一阵杂音，并没有人说话。而她也知道，这肯定是来自凶手的挑衅。可嘎达姐就是嘎达姐，遇到这种事她根本不怕，仍然坚持调查，是要找出凶手。直到圣诞节前夕，凶手竟然再次犯案。不过这一次的死者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前5起案件死者都是从事特殊工作的独居老太太，而这一次死的却是一个有着正经工作的年轻女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次有了目击证人。这是很多人防不胜防的套路。男人假装修理工，敲开了独居女人的家门，女人毫无防备，放他进了屋。女人很好心啊，特意去厨房给男人倒了杯咖啡，谁知刚要端出去，就被男人从背后死死捂住了嘴。紧接着，男人就将女人摁在地上，用力地掐住了她的脖子。女人拼命挣扎，但无奈两人力量悬殊，最终女人被杀死了。死后，脖子上还被用丝袜系了个蝴蝶结。不仅这名女人，最近的波士顿一连发生了8起女性被杀案件，其中5名是老太太，3名是年轻女性。负责报道此案的记者嘎达姐在调查时接到了心理医生的电话，说一般的连环杀人犯由于心理问题，一般不会轻易更改杀人目标。后3起案件死者的选择跨度太大，所以心理医生猜测应该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此次谈话引起了嘎达姐的重视，幸好在最后一次犯案时有了一个目击证人。证人表示，当时有个维修工敲家的门，说是维修暖气片，可维修工在看到证人的丈夫也在家时，转头就走了。没多久，证人的邻居就死了。这虽然是一条重要信息，但案件似乎在这里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不过好在嘎达姐和另一名女同事发现第8位死者居然还怀孕了，于是两人针对死者的社会关系分头调查。很快，嘎达姐在死者母亲那里得知，死者有个前男友叫大愣，是个心理十分偏激的精神病，因为死者跟他分手，所以怀恨在心，经常来骚扰死者。另一边，女同事也查到死者是公司老板的秘书，两人是情人关系，而且死者怀上的孩子就是老板的，因此老板为了不被破坏家庭，杀了死者也是很有可能的。于是嘎达姐将信息全部整合完后，交给了警局的一名警官。很快，警察就对2名嫌疑人进行了审问。老板是个心理素质极差的，面对测谎仪还有警察的询问，那是胆战心惊啊！原本再询问几句，老板就承认自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了。结果法院那边却宣布将老板无罪释放，原因也是很可笑啊，因为老板没能将前面几起案子的细节说出来，所以法院就以证据不足将老板放了。至于死者的前男友大愣，警局连人都没抓，理由是大愣是个精神病啊，就算抓到了也会因为精神问题释放的。嘎达姐听到这些简直气笑了，这个真是让一名凶手从眼皮子底下逃走了。正当嘎达姐既无语又无奈时，一通来自纽约警局的电话让她看到了希望。
至于纽约警局为什么不给波士顿警局打电话，那是因为根本打不通啊！人家波士顿警局一看破案这么难，干脆不管了。还是纽约警察厉害，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当时就把凶手二愣摁住了。而二愣对死者的处理方式跟之前案件一模一样。嘎达姐得知前因后果，那是对波士顿警局的痛恨上升到了极致啊！于是大笔一挥，直接将此事报道了出来。一时间，波士顿的媒体开始对警局进行口诛笔伐。没办法，警局迫于无奈，只能表示他们正在全力破案。这边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处理公关，背地里就威胁嘎达姐不要再发表一些对警局不利的言论了。那嘎达姐也不能惯着呀，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最终，波士顿警察顶不住压力，决定将全部案件整合，开始调查。真是讽刺啊！死了那么多人以后，警局才正式开始办案。果然，经过警局的插手，案件的进展飞速。他们发现了一名叫三愣的嫌疑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个目击证人看到过凶手，于是便让他去指认。结果证人给出的答案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后怕。这是一起由真实事迹悬案改编的电影，凶手连杀13名女性，却仍然逍遥法外。更恐怖的是，凶手有个特殊的癖好，每次作案之后都会在死者脖子上系个丝袜，然后打成一个蝴蝶结，下体被残忍地塞进一把扫帚。一时间，整个波士顿人心惶惶。然而，正当警局找到嫌疑犯，让目击证人去指认时，对方却指向了另一名犯人四愣。但要知道，根据警方的线索，凶手可是三愣啊！正当警局和嘎达姐感到诧异时，三愣竟然主动认罪了，并且将之前犯下的13起案件全部交代了。记者嘎达姐自然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13起案件虽然死者的死法大差不差，但案发现场的细节还有对死者的选择都是各不相同的。嘎达姐不相信凶手只有一个，但要知道波士顿警方调查此案就已经是被逼的了，现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个证据确凿的自首者，他们才不愿意深究更复杂的东西。最终，这起令无数人惶惶不安的连环杀人案就这样被结案了。可就在嘎达姐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之后，加州警方给她打来了电话，说是他们那里也发生了相同的杀人案。嘎达姐不顾丈夫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去往了加州。而这次警局找到的嫌疑人着实是吓了嘎达姐一大跳啊，因为凶手竟然是之前一名死者的前男友大愣。更恐怖的是，细心的嘎达姐发现，大愣被纽约警方抓捕的二愣、自首的三愣，还有他们之前目击证人指认的四愣，他们4人曾经在同一时间入住过同一家精神病院，这其中必有猫腻啊！果然，就在这时，嘎达姐接到来自监狱内三愣的电话。三愣表示自己是被律师陷害了，他是无辜的。至于具体原因，三愣想要当面和嘎达姐说。然而，就在嘎达姐赶往监狱的途中，三愣被人灭口了。嘎达姐赶到监狱，那叫一个不能接受啊！可就在此时，一个女人在慌乱中给了嘎达姐一张纸条，说是三愣让给她的。嘎达姐打开纸条，发现上面是一个地址。然而，等嘎达姐来到地址，见到了一个瘦弱的男人。至此，这起凶手花里胡哨的连环杀人案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三愣之所以会认罪，那是因为他喜欢写小说。一名律师以天价作为条件，让三愣承认罪行。律师承诺会给三愣出书，再给他大笔的费用。结果可想而知啊，律师没能兑现承诺，他只不过是利用连环杀人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罢了。而三愣呢，在精神病院认识了大愣、二愣和四愣，于是用钱得到了连环杀人案的部分案件过程。最终，嘎达姐根据男人的提示找到了住在精神病院的四愣，从他那里得知波士顿根本没有什么连环杀人犯，因为当案件细节曝光后，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模仿杀人犯，他们只要在杀死人后全在死者的脖子上用丝袜系成蝴蝶结，那就可以把案件栽赃在连环杀人犯头上。最终，嘎达姐通过谈话得知10多起案件只有几个案件能找到凶手，一个是害死怀孕秘书的老板，一个是专门残害老人的二愣，另一个就是因为被女友分手后专门残害年轻女性的大愣。至于其他的案件，其实都是被人模仿作案的。至此，嘎达姐的调查彻底终结，她将案件过程刊登在报纸上，想要以此来逼警察继续调查。可最终，案件也在1965年不了了之了。至于凶手还有多少，究竟都有谁，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影片到此结束。其实从剧情来看啊，要是波士顿警局认真调查起来，相信案件很快就会被侦破，那会至于后来的多起模仿案呢？ Goodbye, everyone.